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19号星期五，欢迎各位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是中美战略对话结束，有交易吗？这是很多人关心的议题。那么另外一个是暴跌12%，中国本届年轻人不愿意结婚我们讲这个议题因为有新的数据出来我们先说这个中美战略对话。那么中美战略对话3月19号结束那么2天时间那么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中美两国第一次进行面对面的高层会议这是一个对话那么算不算战略对话呢？不重要，重要是对话，对话不是谈判，是交换立场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后表示，美方已经达到了举行这次对话的2大目的。他的2大目的是什么？第一，向中方明确表明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对中国行为的严重关切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的政策优先事项和世界观那么这个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他们说美国会前会后都保持清醒的认识那么基于这次会议的情况，会和盟友磋商下一步的行动那么当然这次会议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photo call， 就是开场白。那么本来预计的8分钟的开场白变成了1个半小时，那么而且在这个开场白当中，双方激烈的交锋那么非常不客气的进行相互的攻击对方那么这次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呢双方其实是2天时间，没有2天时间双方就是大概是1天半时间有3场会谈那么每场会谈是3个小时，那么实际上是有9个小时。那么第一场会谈原本是3个小时，后来延长到了4个小时，那实际上有10个小时，双方2天时间，那么进行了10个小时的会谈。那么原计划就是没有记者会，也没有联合声明，也没有联合记者会那么会谈结束之后，沙利文和布林肯就和这个媒体短暂的见面那主要是布林肯在说布林肯说与中方就广泛议程进行了坦率的交谈这就是外交辞令了。坦率的交谈的意思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就叫坦率的交谈。建设性呢，意思就是双方无法达成协议，就是建设性这就是通常的外交辞令坦率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建设性的我们的这次这个会面是建设性的建设性的就是双方意见完全不一致，根本就南辕北辙，叫建设性那么布林肯对媒体说他说在举行这次对话之前，美国方面很清楚双方在一些领域有根本性的分歧，包括新疆问题、香港问题、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那么他说中方的强硬的回应他一点都不奇怪他说毫不意外的是当我们明确而直接的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到了抵触式的回应那么我们也得到了一个广泛议程，进行了很多个小时的非常坦率的交流那意思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他说我对中国方面表示他说在经济、贸易、技术等方面，我们正在审议这些议题，并与国会以及我们的盟友磋商，我们将以充分保护和推进我们的工人和企业利益的方式向前迈进那意思就是说你们悠着点我这边都在各个政策工具都在我手上，我现在正在考虑哪些政策工具会马上用，哪些政策工具马上不用所以你们得悠着点，就这个意思那么双方在伊朗、朝鲜、阿富汗、气候等方面
有利益交集啊，有利益交集就是双方有交集啊，就双方在这几个议题，伊朗、朝鲜、阿富汗、气候这4个议题可以谈啊，其他就没得谈啊，其他没得谈。所以他说美方达到了目的啊。那么这个然后就是中方啊，中方那边呢，就王毅和杨洁篪接受关门采访啊，杨洁篪基本上没什么说啊，他就意思就是双方进行了坦率的建设性的交流，这次对话是有益的，但是双方在一些问题上仍然有重大分歧美国国务院今天宣布啊，布林肯3月22号到25号啊，那么就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议啊，那么与欧洲领导人接触，并与比利时官员会晤啊。国务院还说，这个布林肯和欧盟伙伴磋商如何应对美欧共同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其中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啊。那么当然，做这个宣布肯定其实是一种示威啊。那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把这2天以来发生的情况，我们大体上总结一下啊，因为有一些情况并不明朗啊，大家知道这个外交谈判，你很多时候它是保密的，那就你需要通过透露出来的信息来分析啊。那么现在从目前情况来看，没有太多的新的信息出来，但是我们还是要总结一下。从杨洁篪的表述来看，中方未必如意啊，为什么？我想了一下啊，就是说在这个阶段，我怎么也不相信啊，拜登政府在这个时候会满足中方的一些重要的要求啊？为什么？你想，美国和他的盟友还在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很多东西自己还没整合清楚啊，他既不想这个时候开战，他也不会想这个时候妥协啊。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国会也好，共和党也好，虎视眈眈盯着他。那你这个时候你要是放水，那肯定这个共和党跟国会都不会放过拜登啊。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说，我不觉得美国政府就是布林肯他们这个团队有理由在这次会面上放水给中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没什么好说的，中国其实是空手而来，没什么东西，他手上没什么筹码啊。当然他手上有一些说法，就比如说我在气候问题上跟你配合等等，这算筹码吗？这不算筹码，因为你不要是不配合的话，你可能在其他领域损失更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中方是空手而来。所以中方有没有什么可以交换的？中方是没有什么可以交换。那么为什么这次你可以看到中国官方的媒体其实在后期它是在往回收的啊，就是说当这个我们叫这个开场白事件发生之后啊，你可以看国内一片五毛也好，粉红也好，一片自嗨的不行。一段时间之后，你看这个官方媒体马上再往回收那这个说法就开始往回拉了包括新华网，包括人民网都在往回拉了，就是嗨就没那么就时间很短所以其实中国那边也是有所顾忌因为布林肯不是在会上说我们现在贸易也好，这个技术也好等等，我们这些政策工具我们都在检讨审查，哪些过哪些不过，其实这是很大的危险那当然中方是很希望能够取消一些政策工具，对他们有好处，但是他这个话其实是在威胁
所以我不觉得这个自嗨能嗨很久啊。那么与此同时，中方还是希望寻求突破，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除非中方不愿意在气候问题上配合，如果他不配合的话，那他面对的未来的前景会更麻烦。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是这样，中方应该会配合啊，就是说我估计这个习近平会和这个拜登进行视频对话，因为对于习近平来说，视频通话的这个好处更大一点啊。那么其实双方都需要。那么如果拜登政府把其他的事情全部放下，只谈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能成，我估计也能成啊。因为没有其他的机会嘛，因为他没有中方手上并没有筹码，没有任何筹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大体上是这样。那我们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们会根据这些新的一些这个信息来进一步的就是分析这次会谈的情况啊。那么现在的情况不多啊，所以我们能看到的也不太多，好吧？那我们就今天这个主题我们先讲到这里。其实我今天是想讲这个啊，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啊，这个2020年就是去年中国结婚登记的人数继续断崖式的下跌，下跌了多少？下跌到多少？下跌到了813万对啊，那么比上一年减少了112万对，同比下降了12.2%啊，这是个暴跌啊。那么结婚登记前5个省，一个是广东啊，河南，本来河南是第一的啊，现在河南跌了18%，河南去年跌了18%，所以它跌到第2位。河南其实是人口大省，但是河南现在人口结婚对数已经跌到62万啊，62.5万，然后第一是广东，广东是63万，河南62万，四川是53万，江苏49万，山东是48万。所以你可以看，就是中国的这个结婚的情况的形势非常的严峻啊，连续6年下跌。我给大家看一下数据啊，看一下这个表，大家看见这个表没有？这是从1978年到现在啊，这个表啊，那你可以看一下，这是过去6年直线下跌，看见没有？啊，跌到了什么水平哈？这个2020年跌到了差不多跟2005年是差不多的了啊，2005年，还有就是1984年、1985年，还有就是2002年啊。2002年、1985年、2002年，这样的水平啊，那这个情况是非常严峻的啊。那么你可以看啊，这个大体上是这个走势是这样，从2010年开始啊，2010年开始，其实不是从2006年开始，结婚人数是持续的上升啊。上升到2014年就开始下跌，连续6年下跌啊，连续6年下跌。那么这个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还有一个情况是，如果你对照这个离婚的数量的话，你会发现离婚的率更高。去年中国离婚的人数为373万啊，373万。那离婚占结婚的比例是45.9%啊，基本上是差不多要赶上两个人2对结婚就有1对离婚，大概是个这样的情况啊。那么结婚直线下降，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新生儿的减少。大家知道，在中国啊，结婚就意味着生娃，如果你不结婚，就没有新生儿。那么最新的数据是2010年啊，中国已经
籍人口新生儿是1000万啊，已经跌到了1000万。19年是1200万，从1200万跌到了1000万啊，这跌幅是非常的大啊。那么造成这个造成结婚登记人数持续下跌。大家要知道这个跌幅是很可怕的啊。你可以看啊，16年是1142万，到了17年就变成1000万了，到了18年是1000万的边上了啊，到了19年是900万，到了20年就是800万。那你想一下，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吓人。如果你这个结婚人数是这个级别下跌，那你新生儿也会是这个级别的下跌啊。那分析这个原因疫情的原因啊，因为很多婚姻登记处长期关闭。但是婚姻登记处长期关闭，那为什么离婚还在上升呢？所以我觉得疫情这件事情不靠谱。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适婚人群的数量的减少，加上什么呢？加上结婚年龄越来越晚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大家不愿意结婚啊，高房价是原因吗？高房价我觉得经济压力就是有影响啊。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适婚人龄少啊。你看现在25岁到29岁是主要的结婚年龄，那么对应的是多少？对应的是1991年到1995年出生的人口。那你可以看1991年到1995年，1991年到1995年，它对应的出生这个结婚和高峰啊。中国人口在1987年是40年的高峰，是2500万，然后从87年就开始啪啪啪往下掉到1991年就跌破了2300万，94年是跌破2100万，98年是跌破2000万。所以你可以看，其实这个数字的后果是什么？后面是什么？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结婚的人数持续下跌，跟对应的适婚年龄的人口持续下跌，而且越往后人口越少啊。所以你可以看到95后到00后进入这个婚育年龄之后，结婚人数还会下跌。那也就是说800万不是底啊，那么就再往下走再往下走的话，那你可以看新生儿的数量会更少，这是很吓人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中国的老龄化比大家想象的来得快，而且不仅来得快，而且会来得非常的剧烈。就是这个跌下去的，我们讲断崖式的下跌。你看这个线，你看这条线的这个角度非常直。大家要知道，这个角度是这么直，新生儿的下跌的速度也会是这么直，那就人口老龄化是非常的严重啊。那这里有一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大家说不愿意结婚，一个是人口的问题，还有一个什么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生活压力重房价高。现在还多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什么问题啊？我这2天我一直在看这件事情。就是结婚的人少了，离婚更难了。大家知道结婚跟离婚是有关系的啊，因为有人结婚就有人离婚。离婚为什么难啊？就是这个民法典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它就多了一个程序啊。原来离婚是这样，离婚就是申请、受理，然后就审查、登记，就发证，1天搞定。所以以前离婚是很方便，就不是很方便，就是很快捷啊。那么这个民法典出来之后，离婚中间加了个冷静期，就是你30天之后你才能去领证啊。那其实这倒没啥啊，我觉得这没问题。
但是你一看中国政府的这个，就是用这个叫什么，他就开始刁难了，刁难就是他是这样啊，这个他们整理了一下，很搞笑啊，双方经过协商啊，两口子不想过了，离婚啊，结婚，决定去民政局签字啊，签字呢就至少要等30天才能拿到离婚证啊。那么离婚证中间有任何一方突然想了不想离了，他能撤回啊，撤回。那么只要不发证，这个就不生效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情况就是先要预约，预约不上，你得先去预约啊，这非常就是你先去预约，预约不上，预约不上，现在甚至有了什么？有了黄牛党炒着预约号，他永远都预约不上啊。然后预约之后，然后你去办手续，办完手续之后呢，中间30天，任何一方不想离了，这件事情就黄了啊。这是，然后呢，就算想离，你再去预约，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啊，你没预约上，重新来过。在政府就把这个程序呢变成什么呢？变成离婚离得很难啊，离得很难，非常难搞啊。那么中间就让你离不成啊，就你上次这次没离成啊，重新来过，重新申请又要排队预约，排队预约之后又有30天的冷静期，30天冷静期之后呢，如果中间又有人反悔，又离不成，好，就算是你就是没有人反悔，然后你再去预约那30天的那个领证，要是没预约上，又重新来过，这就是诚心让你离不成，让你离不成这件事情呢，这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劳动法。劳动法呢，本来说劳动法应该是均衡的啊，就是说你这个资方和劳工，他们应该是一个均衡的，权利大体上均衡，就好办，双方这事情好处理。他为了帮助这个劳工是弱势群体，我要把它拧一下。当他一拧一下的时候，资方会怎么办？资方不敢招人了，因为什么？当你一拧一下的时候，你很多地方倾向于劳工的话，劳工很多时候他的行为会损害资方的利益，那我就尽量少请人了，那岗位不就少了吗？其实对劳工并不利啊。同样的是这个道理，你不想让他离婚，你让离婚变得很复杂、很困难，那大家会怎么样？大家就不敢结婚了，进去出不来，你怎么弄？这个中共执政啊，光想一头，不想另外一头，就是为了急功近利啊。他不解决社会问题，他只是想把这数字降下来，把离婚数字降下来。把离婚数字降下来呢，其实没有用，因为他不在一起过也不会生娃，所以实际上这个问题是自欺欺人啊，大概就是这样啊。那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这个数字，我们就跟大家报告一下啊，这个情况和我们当然一直在跟进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一个是结婚在减少，一个是新生儿在减少，这两件事情会导致这个老龄化的这个情况会加快到来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主题。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今天上午我们直播呢，其实就是讲这次这个中美战略对话的这个开场白。那么有很多网友有很多的看法，也没有讲透啊。那么今天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节目来继续探讨，因为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非常敏感又非常关键的时刻啊。其中我认为啊，拜登政府已经放弃了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他自己的对华政策
已经出水了啊，出水。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会保持对中美关系的一个高度关注啊。那么我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啊。那下面我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啊，明谢 Linda 丁，谢谢Simon 高，谢谢。今天早上看到朋友圈都在发中国对美谈判的视频，我回怼了一句：你这1年来失业国家给你发钱了吗？别光瞎起哄，好吧？情绪，今天看到美国之音的新闻说，美方代表清醒的来，清醒的离开，哑然失笑，都成了徐志摩了。不过仔细想想，杨洁篪、王毅他们放软话，说好话，我倒担心了，担心美国又上当。余茂春说的对啊，中美交恶最大的原因是 CCP 所作所为，战狼外交现在都不需要遮掩了。他们都是职业的外交人士啊，我们为什么要操这种心啊？上当受骗，怎么可能？没有这回事。我们会有战略误判，战略误判就是大方向上误判，受骗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啊。这个受骗，我们之前你骗了我10块钱，我骗了你10块钱，中美之间不存在这种事情啊。你说战略误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64之后啊，美国最后接受了一个主张，这个主张是什么？就是要跟中国保持接触啊，通过保持接触呢，改变中国，改变中共，通过改变中共来改变中国。那么这是如果你不接触它，你怎么改变它呢？啊，这个逻辑是一个这样的。那么美国是接受了，美国这个执政当局是接受了这个逻辑的啊。这个逻辑之后呢，才会有后面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的发展。当然，最关键、最有标志性的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啊。美国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决定。那么这个关键，从当时的角度来看，我是亲历者啊，整个的中国加入世贸的整个谈判过程，我都参与了，我都参与采访报道了，我没有参与谈判。那么我在当时的时代啊，当时的环境之下，有人会站出来说不行，不能让中国加入，让中国加入之后，中国会变成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中国会变成美国的威胁。有人这个时候站出来，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说过这一句话吗？没有。为什么？没有人看到这个问题，没有人有这样的战略眼光，看这么远啊，这是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就让中国加入。那个时候中国跟美国相比，那就差得多了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够事后诸葛亮，用后面你回过头来看，当时让中国加入这件事情，是战略误判啊。这个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那就太苛求了啊。那对于一个政府也好，对于一个总统来说，我觉得超出了这种想象力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要讨论这个被骗的问题啊。你想一下，他是个政府，他做的很多的动作都是背后有政治动机的啊，所有的决定都是政治决定，没有被骗这回事。你想一下，美国总统手上有什么？全世界最强大的情报机构，对吗？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不要操这种级别的心了啊，好吗？观点：高级别中国对外交官战狼化，这不是个好兆头。这说明国内整体对美舆论已经相当的不理性。中共对美国的舆论从来就不理性啊，就算是美国总统访华，也就是那几天，
你可以在报纸上看不到骂美国的文章。美国总统一转身回去之后，这转身这个后面就会跟着就会有里里外外的各种明里暗里骂美国的文章。中共把美国当作他的假想敌，不是今天，从他一开始就是把美国当假想敌所以他从这个理不理性呢？这本来就是他的意愿嘛，这不存在不理性的问题这就是他的 intention。观点杨洁篪说：“我们中国人民受到外侮还不够吗？”这席话和李鸿章的谈判有什么区别？充满民粹主义的蛮横，实在是缺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智慧。他说这番话是说给国内的小粉红听的这话肯定是说给小粉红听的中国人民受外侮，我觉得中国人民受外侮还不如中国人民受内侮来的多吧？你说呢？中国人民受哪个外侮受什么外侮了？中国的皇帝受外侮，打输了仗，割地赔款，那是皇帝的受到侮辱，老百姓受什么侮辱？你要是打赢了仗，拿了钱，你也不会分给老百姓呢，对吧？你输了钱，你最后要赔款，每个人都要给钱，是你造成的后果所以大家怨的不是那个打赢仗的人，是怨你这个决策情绪昨晚就看到杨洁篪在开场白部分大放厥词，那种傲慢、霸道和无理让我惊讶，但不意外。这就是典型的强盗逻辑他们的潜台词就是你们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谈判？我党手里有10几亿的人质，这10几亿的韭菜兼人质就是宇宙第一大党的最大底气其实怎么说呢？其实他是欺负中国的网民就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你比如说国内的这些网站，我看几个网站都在说这个美国非常蛮横开场白超时这个挑起事端拜托，他们2个人加在一起超时了30秒，30秒是什么概念？30秒不就是泡杯茶的时间吗？结果你想一下，中方一口气超时了多长时间？对吧？超时10几20分钟，你是什么？这说是美方挑起事端，我觉得这太欺负老百姓了，太欺负中国的网民了。就是这你稍微的翻个墙就能看到的事情，这简直是太过分了，我觉得。就是其实侮辱的是谁？不是美国代表团，侮辱是中国网民的这个知情的状况观点：西方民意对中国的反感达到高点，疫情和战狼外交功不可没。观点：网上已经出现了一个观点，说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强硬，升级了美国对亚裔的暴力升级，中共的超限战很可能会利用这一点。那这是有点歪歪吧我觉得歪歪的东西你就让他自己嗨吧观点：看到杨洁篪说美国的民主不是美国人民说了算，是世界人民说了算，中国的民主就是中国人民说了算，很双标很弱智他那个话根本经不起推敲。杨洁篪那段话老实讲我觉得这水平很差。当然他是为了小粉红能看得懂不过你可以反过来讲就是中国的外交官也就这水平，外学院毕业也没读什么书然后不就这些东西吗？不就这水平吗？你还能期望他有多高水平提问：上期节目问过王先生对此次会谈结果的评估和预测，结论和实际发生的情况基本相符，形式大于内容，外交服务于内政。Clubhouse 上讨论的一个重大的方向是美方到底对中共做了些什么，总的看法是并不乐观，认为美国能打的牌还有，但担心他们不愿意去打，因为利益牵扯太多。不知道王先生对此有什么见解？我这种笼统的这种说法呢没意义
你比如说利益牵扯太多，不愿意打的原因是因为利益牵扯太多，你就一样一样讲出来，不能够这样笼统的讲。这种笼统的讲，你凭什么呀？你比如说我讲川普，我讲川普总统当初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他就不动了，走到那儿不走了。我讲得很清楚，他为什么不走？一二三。如果我们的政治评论仅仅是说，我看法并不乐观，为什么？因为美国能打的牌不多啊，他不愿意去打，中间有牵扯利益太多。如果你不把这个牵扯利益讲出来，我觉得这个观点根本没有参考价值啊，你必须讲出来才行。观点及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我总感觉到王先生的意思是，拜登团队自身是想和中共勾兑，对中共放水，但迫于国会和共和党的压力，而现在不敢，是这样吗？勾兑是什么？勾兑就是交换或者是交易啊。交易是什么？交易就是政治啊，大家一定要知道，政治就是交易，如果没有交易就没有政治啊。那么中共呢？中共没有交易，中共是直接把对方干掉，就是什么叫干掉？就是肉体消灭，那就不叫政治，那叫暴力。所以中共是个暴力团体。在所有的文明国家，在所有的人类文明当中，政治就是交易啊，就一定要交易啊，这是最文明的行为，因为他不会把对方直接用肉体消灭掉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中方跟美方他要交易，大家是从一个理性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就会交易。不理性就不会交易啊。那么交易不一定会发生，为什么？因为当双方没有筹码交换的时候，就不会发生交易。所以我为什么觉得美方这次不会放水？所谓放水是什么意思？就是给中方他想要的东西。中方要什么东西？其实我们之前都讲过包括取消一些留学生签证的限制啊，记者的签证限制啊，包括放过华为啊，放过中芯国际啊，等等，很多啊。因为现在美国手上掐着一把的筹码，那么中方都希望美方去放水，放水就是至少放一个筹码出来，不就放水吗？但问题是，美国手里，美国问你手里有什么？你会放过香港吗？不会吧。你会停止骚扰台湾吗？你不会吧。你会这个在新疆问题有所退让？你不会吧。你全部都不会，你带什么东西来跟我交换呢？所以中方手上是没有筹码的。中方手上没有筹码，那你怎么交易？你说怎么交易？无法交易。而且就算中方拎着筹码来，我说我的意思是美国这个时候也不敢跟他交易。为什么？有政治压力，国会非常强硬，共和党虎视眈眈，你敢跟他交易吗？你要交易的话，不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说他们台底下就交易了，这不可能。这是民主政治国家，你敢台底交易疯了。你要是发生了这个交易，马上你要跟他交易了，你必须第二天就出来开记者会，你就告诉大家，我们从今天开始宣布怎么，你得告诉大家。如果你不告诉大家，你等着弹劾吧，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大家要明白，我们讲的是两国关系，我们不是小孩过家家这个你又被他骗了，他又把你的这个真骗了。不存在这回事啊，好吗？中国文化中的阴谋论对每个在中国长大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影响，不太相信别人说的话，总觉得背后有什么猫腻。如果我错怪了王先生，没有，你没有错怪我，没问题啊，没问题。我们可以讨论问题啊，就说我们可以
当然我也很尖锐啊，我也很尖锐，所以大家可以跟我提很尖锐的问题，我有的时候我的回答也会很尖锐，而且我也很敏感，特别是有些五毛来带风向，我也会随时怼回去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也可能会怼错啊。所以我先在这里跟大家道个歉，就是一不小心怼错了呢，请理解我啊，我不想这个节目被五毛控制，所以我会比较敏感一点，所以请大家谅解。我也请大家在你的发言的过程当中呢，你就尽量的一是一，二是二，平铺直叙就好，不要用修辞方式，因为我这念下来呢，我是没有时间思考，我是一口念下来，我脑子就开始做反应，所以有的时候会反应不过来，所以大家尽量不要用修辞，平铺直叙就好，好吗？这样我就比较容易判断一点啊。观点所谓被逼成战狼的说法，我觉得对那些官员我没有什么评价，他们眼中老百姓啊、国家啊屁都不是，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权利，非常正确啊，性命。那么老百姓呢，谁逼你们了？都不是逆来顺受，舒舒服服的享受各种钳制。更可恨的是，反过来对提出不同声音的同胞喊打喊杀。文革之所以不能够真正结束，一点就复燃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的百姓。这样的土壤，中国人有中国人的问题啊，那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处境啊，那么很复杂，有他自身的问题，有中共的问题，有社会的问题，很多问题啊。那么这些问题，我觉得不能一刀切啊，说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但是在所有的问题当中，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我提醒的啊，就是说，我们还是把焦点放在中共身上，我们人民之间就不要互相自己踩自己了啊，我们还是把焦点，大家都学我，好不好？大家都学我，我没有别的，我就只把焦点放在中共身上。我们只谈他的问题就好了。为什么？他是主因啊，坏事都是他干的。我讨论什么老百姓的问题？老百姓有问题，但那个老百姓的问题不是主要问题，老百姓的问题是次要问题，核心问题还是中共的问题，好不好？我们以后我们约定一下，我们少谈我们互相之间的问题。谁是完美的？没有人是完美的，都有缺陷，包括我本人啊，好不好？观点：国内的新闻只有图片、短视频，都是洗脑片，没有完整的视频。战狼粉红只看到部分鸡血新闻，所以变成这样。信息不自由的后果，缺乏独立思考能力，非常正确啊。观点：欧美下周会面也很重要。欧盟虽然对中共态度有所改变，但中欧投资协定对欧洲有巨大的吸引力，希望欧美能够联手啊。否则美国小院高墙的政策成功的机会不大。请问如何评价杨洁篪中午吃泡面是作秀还是真的？网友说，杨说了中国不吃美国那一套啊，就吃泡面啊。我不知道你这说是杨洁篪吃泡面这个话题从哪里来，反正我没有看的新闻来源有说杨洁篪中午吃的是泡面，反正大家不一块吃饭啊。没有一起吃饭，就是各吃各的，不管饭，美国不管饭啊。情绪，听到杨洁篪说，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都惊呆了。没有客观理性在内部高唱赞歌就算了，还在外面乱挥拳头让别人高估，这难道不是最愚蠢最危险的做法吗？ OK，情况不是不想结婚，是结不起婚。房车彩礼三大件花费100万人民币。江西前几天一个银行竟然出彩礼贷，彩礼贷已经被处理了，那个人被撤职啊，竟敢出彩礼贷。我本来想说没钱想赖一下，结果赖不掉，你居然出个彩礼贷，我这退路都没有了，恨死他了，对吗？情况
刚刚看到一个视频，讲的是一个民政局采购证件，一车证件一箱一箱，其中离婚证30箱，结婚证5箱啊。OK， 观点 CCP 是要管天管地管子宫，年轻人无法反抗，只能消极成为佛系的不婚不育不孕族啊。观点，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个小团伙，大概7、8个人，体育课踢球只给团伙的人传球，后来不是团伙的人就改打篮球了，最后只有团伙7、8个人踢球，没人陪他们玩，他们自己人少玩不起来。CCP 治理自顾自己的利益，普通人惹不起躲得起，或者选择非暴力不合作。怎么说呢？现在的社会跟以前不一样啊，现在社会是有这种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我就走呗，就跟我一样，我跑到美国来。那有些人可以做到，有些人说我没办法跟你玩，我就自己玩呗，我自己做点小生意总行吧？那也可以啊。那我们生长的时代就不行，我们生长的时代你没有这个空间啊，什么出国那就别想。那你不去单位，你自己做生意，我们那会儿也没这个条件，也没有这样的环境，所以社会是在进步的啊。当这个社会进步之后，意味着什么？社会进步意味着每个人的选择，每个人的活动空间是比以前大，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原因并不是说中共手放松了，不是的，是因为这个社会的空间一下大了很多。你比如说原来互联网上来以后，其实大家的自由度是增加了的。中共最后搞了一个网信办把这个互联网给捏死了。本来社会是在进步的，在中共的手里，他就硬生生的把这进步呢给捏回来，拉回来。这种倒行逆施能不能长久呢？我觉得是不能长久。原因是什么？大家要知道，全世界都在往前走啊！你互联网一上来，你要知道，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说大家等于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原来身处的世界就是个物理的空间啊，就是我们上班啊，在单位上班，在家里吃饭，这就是物理的空间。互联网多了一个虚拟的空间，这个虚拟的空间一下子让人的这个活动的能力和范围一下子扩展到无限的程度啊，所以这个人类社会一下子互联网上来以后，人类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人类社会的这种知识生产量、人类学习的模式、知识储存的方式，你比如说，我们以前要靠什么来学习？靠看书来学习，然后看书我们要看的足够多，然后有足够多的记忆啊。所以以前我们看书干什么？做卡片，记下来啊。然后你有一箱子卡片，说明你看了这么多书，然后你的知识没有存不住，大脑是存不住的。你通过翻卡片找到你想要找的知识。现在的社会不一样。现在知识储存在哪里？互联网 Google 上面就有知识。那我们家小孩他就学会了用 Google， 他都已经不跟我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他问我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问题，因为没有，他根本不需要，他自己去找。所以每个人的学习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每个人的这个知识储存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人类社会在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共产党把 Google 给封了，然后不让大家去看那些信息，然后把很多东西都封掉了。就是其实中国人和这个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大，就是这样。所以这叫什么？这就叫倒行逆施啊！情况坐标上海，目前初中生补课大概大班250到400一次，哇，这么贵！
高中生300到500一次，1对1或1对2，小班600起步，上不封顶，时间2小时。哇，很贵啊，那怎么补得起啊？这一星期补一次，那得多少钱？我的天啊，真的好贵啊！这年轻人怎么弄？观点：中国国内矛盾也很尖锐啊，高房价掏空了家庭6个钱包，再加上高昂的育儿成本和教育成本，让年轻人更加不想结婚。结婚你就别生娃呗，不结婚不好吧？结婚还是要结吧？你说呢？不结婚好像不结婚，天天被人被父母逼婚也是个事儿啊。观点 ：CCP 对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摧毁得很彻底。中国人一直觉得有钱才幸福，所以有那么多两地分居的夫妻，有那么多从小去寄宿学校的儿童，有那么多只生不养的父母。在中国，人好像从小生下来就是从那一刻起就是可以交易交换的对象。可能说的太绝，但不把人当人是中国自上而下的常态。老实讲呢，我一直认为我一直有个看法，就是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是很淡薄的啊，这不是现在，这其实中国历来中国人有这种家族观念很强，氏族啊、宗族很强啊，但是家庭观念不强，就是中国有大家庭的概念，就是很大的家庭啊，但是我们两口子这种家庭观念就不强，所以中国的这个有宗族的概念，家庭观念不强啊，这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这种父系社会的这种父权太强有关系。就是你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妻子如衣服，不行就换掉，就这种概念，就是这种说法。这种说法，这是家庭观念吗？这根本是家庭观念。所以，中国人真的要把这个普世的价值观，核心的要把家庭变成第一位排在第一位的首要价值位置上，中国人就进步了。中国人要进步，从哪里开始？从家庭观念开始，从爱你的先生、爱你的太太，把它放到第一位，从这个角度出发，其他再说，先把这件事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实很多中国人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啊。舍小家为大家，就是舍小家为大家。如果家庭就是我的家庭，不是我排第一的价值观的话，那这个社会一定会出问题啊。问题：国内结婚对象有婚房，有特别的执念。王老师是否能分析一下这种几乎是中国人特有的心态，把房子作为所谓的安全感，是否反映了国人对国家机器的不信任？大家有没有听过说阿姨我不想努力了，还是我不想奋斗了，我不想努力了？听过这句话吗？中国现在的社会风气，我觉得是它不健康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这个社会呢，我们以前有个特点是什么？就以前叫什么？以前叫这个笑贫不笑娼啊！我不管你钱从哪里来，只要你有钱就行啊！你是自己奔回来的，还是你骗回来的，还是你卖身得来的？我不管，只要你有钱就行。这就是变成了中国的价值观。中国的价值观，这是影响一切，这才影响一切。所谓的结婚要婚房，我这个时候不要，我结了婚，你要是没奔回来，我跟你熬吗？我才不跟你熬呢，我要直接要结果。所谓的结婚要婚房，其实是什么？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我直接就要一个结果。因为我自己工作，我什么时候能买得起房？那不知道。但我上来结婚就找个有房的，我后面的事情我不就省事儿了吗？这种心态，直接把结果拿到，
所以这种所谓的安全感是什么？所谓安全感就是我不需要再奋斗，我日子都过得挺好，这就是安全感，这是中国人的心态啊。观点其实结婚人口的问题不止中国的问题，日本、美国、台湾、欧洲等地方，教育越发达的地方，个人思想独立，这个问题就越严重。集体潜意识，地球资源紧缺或者世界末日来临，一部分自我牺牲，那跟老鼠社会实验类同，我不同意，我不同意。当然，从统计学来说啊，就是好像说是学历越高，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啊。但我不觉得这里中间有什么特别的关联。当然，这里面有一些问题是什么？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就是，也许受教育程度越高，他对子女教育就越有期望，那么他在子女身上投入的越多，那他可能资源有限，他不想生那么多，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但是我没有从统计学上找到他们之间的逻辑上的关联啊，你只是看到统计学上的东西啊，但统计学上的东西不一定能解释所有的原因啊。观点回应王先生前几期谈到气候问题，我认为不论是拜登谈到的气候问题，还是习近平论述碳排放目标，都是在展现大国领导人的全局观必定归于人与自然和谐的共同命题。共生的命题，这才叫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领导者的政治正确。最近读到熵增定律，了解到灭亡是宇宙最终归宿，人类可以做的只能是延缓它的发生速度。全球暖化造成喜马拉雅山脉大部分冰川可能消失，8亿人的生存即将面临危险，所以低碳环保、节能减排迫在眉睫。你都讲到熵增定律了，我怎么反驳你呢？第一个熵增定律不仅仅是关系到这个环保的问题啊，它跟所有的物体存在状态有关系啊，它不仅仅是关系到气候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就是熵增定律决定了我们的存在，所以熵增定律如果讲到最终灭亡，那是要最终灭亡，所以这个我觉得跟碳排放跟气候变化，你可以讲有内在的关联啊，但是它之间解决不了他们的因果关系。所以无论是习近平提出来的碳排放目标，还是拜登总统的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国策，我还是没有自洽，我还是请大方之家教我好吗？观点我理解那位说怕美国被 CCP 骗的观点，因为 CCP 经常态度软下，承诺一些条件，从而达成协议，但是他们不会遵守协议，这就是为什么被骗了。比如说当初加入世贸协定的承诺，很多都没有执行谢谢王 Sir。其实从外交上来说任何外交谈判它都会有设定一些交易，设定这些交易的时候，这是一种承诺国际承诺。那么作为交易的一方，他一定有责任去监督这个交易本身。他如果不说话，不是他并没有看到，也不是他被骗了，而是他觉得没必要，或者是他做了一些动作你没看到等等所以这里面国家跟国家之间，你觉得有人睡着了被骗了，这是除非你在做出这个交易的时候，你没有设定一个什么呢？你没有设定一个条件，就是假如对方不遵守协议，有什么后果？
如果参加这个交易的这一方啊，这个国家，他都不会去设定一个违背交易的惩罚机制，说明什么？说明太 low 了嘛？你说呢？那这全是职业的外交人员，怎么可能呢？那一定不会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你了解一下外交就是一般情况下外交上的这些协议，它背后的东西，你就会知道这是不存在可能性的啊。他最后不去追究，都是有原因的，不是忘记了，也不是被骗了，是有其他的原因啊。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川普中美贸易协议结果是什么？结果去年买了多少？买了一半，只买了一半。中国的采购承诺只完成了一半，完成了一半，川普有没有去追究他？没有啊。为什么？因为中国说我们有疫情，我们需求减少了，所以我只能买一半。他说 OK 行，他为什么说 OK 行？背后肯定有原因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你说这是川普被骗吗？当然不是啊，当然不是啊。所以这个我们也要尊重，外交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专业啊。王老师说的关于宗族、家族和家庭分析很精确。中国人过去对宗族和家族的概念更多的是儒学治国的角度理解，通过后面近代的思想运动和文革之后，连宗族的概念都被毁灭，更不说有普世的充满爱的家庭观念。现在都是将党比母亲还要亲啊，将个人和国家党直接对接，个人直接当螺丝钉，成为为国家服务啊，就是这样。观点：美国在中国支持错了人，他们支持了资本家。什么情况？中国没有像样的资本家，所谓的资本家都是流氓无产者转变。什么情况？我没看懂。他们支持错了人，支持资本家。你觉得美国在支持中国的资本家怎么支持的呢？你能告诉我他怎么支持中国的流氓无产者转变成为的资本家？我看不出来，我没看懂啊。观点：王老师非常认同中国人把家庭价值搞倒了，重大家舍小家。父母的责任是把儿女养育成人，应该离开父母，要成立自己的小家庭，夫妻相敬相爱，又给下一代做好榜样。这是我信基督教的原因，圣经教言啊。这跟基督教没关系吧？人都应该是这样，人类社会就是这样的呀。不是说我信基督教我才能这样，我不信基督教我就不能这样吗？不是的，人类社会就是这么繁衍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合就是什么？形式就是婚姻，然后他们生儿育女，这是他们的核心价值，就是家庭。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核心、最基础的价值观，所以这跟基督教没有关系明谢卡卡七七，谢谢可可粉，谢谢 WQ 出谢谢。许久没有参加老师的直播了，但有看重播，一如既往的支持老师，谢谢你。唠in唠，谢谢王老师讲家庭观非常好，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